原来用了30多年的按压泵都用错了呀，难怪我家的洗手液、洗发水用得特别快，老公每次用时都是泵头摁到底，一摁一大坨，特别浪费，不长时间就用完一瓶了。今天我就来拯救洗发水了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小明家魔法。平时的时候，我们家里的洗发水或者是洗手液或者是洗面奶都带这种按压泵头的。那么平时我们无论怎么用，是不是都比较浪费？按压的时候不小心按了很多，特别家业的小孩子，他们不懂得节约，使劲一按就按压了。我们能用到好几次的量，真的太浪费了吧？我用了30多年也用错了，我也是大大咧咧的性格，也是这样按压的。我家老公也是一样，很浪费，一瓶洗发水或者是洗手液没有几天就用完了，而且洗手的时候到处都是泡沫，太难清洗了吧？今天我才刚知道，原来用了几十年的按压泵方法都用错了。想要又节约又用对洗发水，那么接着往下看，我们把洗手液的泵口套上皮筋，缠几圈。这样每次用时能减少1半的用量。而老公用洗手液时，根本就没觉察到泵头的变化，也没发现每次摁洗手液时变少了。要是早一点这样，该节省多少呀？少浪费多少资源呀？生活如此，处处如此。这个方法是用一个套皮固定住，可以解决我们按压的总量。那么我们也可以用这个扎带。扎带家里也有吧？到处都是扎带的。平时买快递也需要扎带，我们可以保留下来。我们把扎带放到这个中间的位置，然后直接缩小即可，多余的部分剪掉。像这样，我们再来按压也是一样的道理，可以节约很多很多的洗发水或者洗发露，再或者是洗手液的。我们用起来比较省心，这才是正确的实用方法。亲爱的家人朋友们，制作视频不容易。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，麻烦您动动发财小手，帮我点个赞支持一下吧。您的支持是我前进的最大动力，感谢大家的支持。那么现在说的是我们按压泵方法，再来说一说，如果我们出去旅游，我们需要带一些行李，带一些化妆用品，特别像那种带按压式的瓶子，我们该怎么携带方便呢？怎么携带不会流露出很多的液体？好多朋友们都是直接这样按压，那么会挤出很多的液体，比较浪费。其实我们需要把这个盖子打开，把多余的液体再挤压回到瓶子里面。挤压干净之后，再把盖子盖上，然后在相反的方向使劲地拧一拧，这样我们的液体全部融到瓶子里面了，就可以恢复到如初，
就可携带比较方便。洗手液装置的工作原理，大多数洗手液按压嘴都采用了特殊的泵头设计，以确保液体只能在按下时流出，在关闭时只需简单的松开按压嘴即可。有些按压嘴可能需要旋转或滑动以关闭。如果洗手液按压嘴无法关闭或密封，可能是因为内部的球阀或密封垫损坏，这种情况下，可以尝试清洗按压嘴内部或更换损坏的部件。泵头工作原理，泵头是洗手液装置的关键部分，它允许用户通过按压来释放洗手液。当按压泵头时，内部的活塞会移动，造成液体通道内的压力变化，从而使洗手液流出。现在很多泡沫洗手液采用的都是按压泵头，通过施加压力给泵头，从而挤出里面的洗手液。这种工作原理是通过泵头内的弹簧和空气中的压力实现的。如果出现了泡沫，洗手液按压泵头按压下去，但是不会回弹，或者是不灵敏的情况，就和这两方面有关系。一方面可能是泵头内的弹簧生锈或者损坏了，就导致了泵头按压下去不会回弹，可以拆开泵头，更换一个新的弹簧，或者直接更换一个合适的泵头就可以使用了。还有可能是空气中的压力不能及时的给予弹力，使泵头没有办法回弹，这个时候也可以重新更换一个新的泵头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分享的如何正确使用洗发水泵的方法，你们都学会了没有？是不是特别的简单实用又方便？需要的朋友们可以收藏起来试试哦。感谢大家的支持和鼓励，我们明天视频再见。